狱》，这部当年让数不清的观众通宵追更的美剧鼻祖。很多国人正是因为这部剧才开始接触美剧，并深深爱上了它。它那层层递进、紧密相扣的剧情发展，看完之后真是让人忍不住拍案叫绝。剧里的每个角色都塑造得入木三分，令人难忘。无数堪称经典的场景更是让观众看得欲罢不能。而现在，我们的男主麦克又要开始策划越狱了。不过在那之前，他得先想办法把詹姆斯这个人给保住。只见他将内裤撕成布条分段打结，然后将其浸入了一桶烈酒之中，再找来一些废旧的塑料袋，将烈酒全部倒了进去，最后用打好结的布条牢牢捆紧袋口，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就这样，一个简易的深水炸弹就制作完成。麦克将其隐蔽好，带出了牢房。40多度的高温下，因断水发生暴乱的囚犯们愤怒值攀升到了顶峰，有的人甚至将舌头伸进了干涸的阀门里。如果想不出解决问题办法的话，不仅黑老大的地位不保，甚至还有可能闹出人命。事不宜迟，麦克急忙来到下水道，他摸了摸上方堵塞的供水系统管壁，有水的地方必定有露珠，这样就能清晰地判断出堵塞的位置。确定大概位置后，麦克打开了供水管道的检修口，将塑料袋沿着管壁慢慢放了下去，正好堵住了整个管道。最后划开一根火柴，点燃布条，火焰顺着沾满酒精的布条迅速向下蔓延。随着一声巨响，一直被堵住的水管终于被炸开，整座监狱也跟着一起摇晃。众人还没搞清楚发生了什么，阀门里的水就已经囚犯们一哄而散，纷纷来到出水口，享受着难得的清凉。麦克这一招算是保住了黑老大的统治地位。虽然黑老大对麦克十分厌恶，但自己身上背负着10几条命案，即使杀了詹姆斯也离不开监狱，还不如卖麦克一个人情。詹姆斯就交给他处理，并许诺其他人谁都不许碰。麦克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接下来就该计划如何带他越狱。但在这之前，麦克要确保萨拉和小林肯是否安全，同时也做2手准备。麦克在监狱里计划越狱，哥哥林肯则在外面尝试将萨拉2人救出来。为了确定2人被关押的位置，他让林肯告诉公司的人今天必须和萨拉通电话。林肯找到公司的接头人格雷琴，直截了当地说：“我弟弟不跟萨拉通电话就不越狱。”格雷琴觉得这个要求不算太过分，毕竟只是通个电话而已，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可麦克一打听才知道，监狱里的电话线早就被拆得干干净净，唯一能联系外面的电话只有黑老大手上的那部。虽然刚刚才帮他化解危机，但黑老大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断然不会借电话给他的。为今之计，只能求助于在黑老大身边混得风生水起的 T-Bag。但正是麦克将 T-Bag 送进这所监狱的，他又凭什么会帮麦克呢？麦克继续威胁道：“你要是不帮我的话，我就将你恋童强奸的事全都抖出来。而巴拿马又是一个宗教国家，他们要是知道你干了这么多肮脏的事，你猜你还能见到明天的太阳吗？”这一招果然有效 ，T-Bag 立马认怂，趁着黑老大去理发的间隙，悄悄把手机偷了出来。You got 30 minutes, 26 minutes till he gets back. That phony. Craig, we're both dead. You hear me? Because my Alabama ass is not going down alone. 拿到电话后，麦克立马和萨拉取得了联系。2人看似在叙旧，实际上萨拉十分隐晦地提示着被绑架地点的信息。It's like they're giving you until midnight. I'm sitting here at 3 a.m. 然而刚说2句就被强行掐断。根据有限的信息，麦克猜测出萨拉被绑在离这20公里外的小镇，并且可以看见地标性建筑胜利塔。他立马打电话给林肯过去寻人。然而说到关键方位时，黑老大已经带着手下走了上来。麦克急忙挂掉电话，将手机放了回去，可人却堵在里面无法出去。危机时刻 ，T-Bag 及时赶过来救场。Something you should know. What? I think that barber might have. You got me? No. Oh, my mistake, I did. No, in fact, that there might just be the best shave I've ever seen. What? You look like you need one today. How might you do that? You can't be walking around looking all, 黑老大被T-Bag逗得心花怒放，看着他那谄媚的嘴脸，2把手黑哥恨不得上去给他2巴掌。另一边，林肯已经来到了胜利塔下面，可由于没有听清具体方位，林肯在地上焦头烂额。而这一幕正好被房间里的萨拉看见，他脱掉鞋子，一抬脚将鞋子扔出了窗外。Sir. 林肯急忙追过去，正好撞见被挟持的儿子。
最终，两人还是被公司的人带上面包车扬长而去。万分失落的林肯刚回到酒店，格雷琴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你去地下车库看一看，我在那留了一份小小的礼物，这是对你愚蠢的惩罚。”林肯忐忑不安地来到车库，远远的就望见一个渗着血的盒子，掀开一看，里面竟然是萨拉的人头。隔天，林肯阴着脸来探监，毫不知情的麦克递过去一张纸条，让他把上面的东西准备好，因为这是越狱需要的关键东西。林肯目光呆滞，好几次想把萨拉死的事说出来，但为了自己的儿子，他还是向麦克隐瞒了事情。而另一边的贝里克正飞速朝着一具尸体奔去，可惜还是来晚了一步。另一只鞋子已经被一个娘娘腔捷足先登，两人你争我夺，谁都不愿退让，最终只能一人分得一只。贝里克将鞋子放在脚上，虽然大了好几圈，但有总比没有强。贝里克深有体会，在这座人间炼狱般的唢呐监狱，哪怕只是一滩淤泥中的水，也没人愿意施舍给你。他来到娘娘腔的牢房，两个服装搭配异常怪异的男人展开了关于鞋子归属权的谈判。贝里克提出用身体交换那只鞋子，可对方根本就看不上他这种圆滚滚的类型。Trade. The only thing you got to sell, you don't want to buy. I like them a little more, how you say, not fat. Fat? This is all muscle, and I'd prove it to you if I didn't think you'd take things south of the border. 眼见娘娘腔拿出剃头用的刀片，贝里克立马认怂。可这只是一个误会，原来娘娘腔是一名理发师，根本无意伤害他。眼见黑老大进来理发，贝里克识趣的急忙低头离开。等托尼忙完后，他贼心不死的再次前进托尼的房间，终于翻到了那只鞋子。可就在穿到脚上时，他偷听到麦克和马红在图谋着什么。言语中似乎隐晦地提到越狱的事。俗话说饱暖思淫欲，贝里克的目光已经不再局限于吃穿上了。他立马找到麦克并威胁道：“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谋划着什么，如果你们越狱不带上我，我就去告发你们。”可越狱祖师爷麦克又是何等人物？接下来他只是略施小计，就成功拔掉了这根肉中刺，而且还丝毫没影响到自己的越狱大计。下午时分，黑老大正在悠闲地吹着电风扇看着世界杯，可突然监狱莫名其妙地停电了。他急忙叫来一帮小弟去查看线路，然而小弟们打架倒是可以，这种沾点技术含量的事只能干瞪眼了。黑老大焦头烂额，他猛然想起 T-Bag 曾经说过麦克是建筑工程师，于是火急火燎地下楼去找他。唢呐监狱的粮食供应全靠这部手机和外界联络，如果手机充不了电，所有囚犯们都可能被饿死。但麦克也十分为难，因为电线埋在地下，沿着监狱的外墙排布，如果要修复电路，必须挖开土层。而上次他分明看到一个囚犯刚接近外墙30码以内就被狱警乱枪射杀。麦克不想因此丢掉性命，但黑老大让他放心，这件事他会和狱警协商好的。麦克趁热打铁，作为回报，我想要这间采光好的房间。What? It's the first one to get sunlight in the morning. You get me that cell, I'll get you electricity. 黑老大满口答应，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正是麦克制造了电线短路的假象。他从麦迪那里借来一个绝缘的十字挂饰，卡在了空气断路器中间，目的正是等着黑老大来找自己，这样就能顺理成章地提出换牢房的请求。而这个房间视野辽阔，能清楚地观察哨塔以及周围的动静，所以这里是最佳的越狱地点。很快，在黑老大的沟通下，麦克等人被允许在狱警的监督下挖坑修线。然而还没走出监狱门，贝里克就屁颠屁颠地跟了过来，并毛遂自荐自己也要跟着一起去挖坑。You're doing something here, Schofield. Right, I am. Fixing electricity. Anyone help me? 此时的贝里克还不知道，前方正有一个大坑等着他。在一堆持枪狱警的看管下，几名犯人沿着围墙挖开了电缆。麦克打开接线盒，悄悄在电箱里埋入了一个小东西，然后用土盖上。贝里克瞥见后，默不作声地借机离开。只几分钟的时间，就跑到了黑老大的房间举报麦克。他猜不透麦克的想法，自知无法加入越狱团队，还不如用这个消息换取一些实际的利益。贝里克告诉黑老大，麦克在地下埋了东西，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但他一定是在为越狱做准备。当他一五一十地阐述了麦克第一季的天秀操作后，黑老大震惊不已，他立马将麦克拖到门外，让他刨开土，看到底有没有动手脚。Move the dirt. Now. It's duct tape. You fixed the frayed wires. That's why the power was so inconsistent. I didn't want the tape to come loose, so I packed it down with dirt. 虽然没有发现破绽，但黑老大仍然不相信他。他要和麦克一起前往配电室打开主开关。几人来到地下室，当麦克望向背后配电箱里的十字挂坠时，心都要蹦出来了。为了不被其他人发现，他只好合上了另一个配电箱上的铡刀。
果然不出所料，电依然没有来。在黑老大的指示下，暴躁的黑哥一拳就抡了过去，麦克顺势倒在了背后的配电箱上，然后趁机悄悄拔走了十字花坠。麦克继续忽悠道：“一定是变压器有延迟，才会过了这么半天才来电。”黑老大两人也没读过什么书，自然也就糊弄了过去。经此一劫，麦克如愿地搬进了牢房，而贝里克也被黑老大叫到了房间。The only thing I hate more than a rat is bad information. Look, I'm sorry about all that, but my information was good. It's just Schofield's a tricky bastard. He'll try something again. You'll see. 黑哥一把将贝里克按在桌子上，黑老大气定神闲，慢慢的倒出了一杯滚烫的咖啡。他走到贝里克面前，掀开了他的衣服。Come on, Blackwell, help me here, man. Come on. Blackwell.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是9公子，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见。